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被这位120加斤韩国奶奶惊艳到，色穿艳，衣穿松，身材发福也不油腻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订阅支持。到了某个年纪，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脸有多精致，腰有多细，而是整个人的状态。那句一胖毁所有，早该丢进回收桶了。多数身材发福的中年女性，只要会穿，身材就不会成阻碍，反而能把成熟的气质放大。就拿今天的主角来说，一位120多斤的韩国奶奶，银发利落，体态丰润，却干净不油腻，用色明快不刺眼，版型简洁不单薄，整个人高级又优雅。她怎么做到的？一、为什么劝中老年女性衣穿艳？原因一，女人上了年纪，衣穿艳的2大优势，一是鲜艳色提升气色，更显年轻。俗话说，颜色不对，显老10岁。虽然女人过了50岁之后，浅淡暗沉的颜色能让我们看着更加成熟稳定，然而过于简约的色彩反而会衬得整个人寡淡没精神气，反而是一些明亮的色彩能轻松让人显年轻。其实也不难理解，因为鲜艳的色彩能像反光板一样将自然光线发射到面部，从而中和皮肤的黄气和暗沉，让人看着更精神。二是暗沉色显沉闷，明颜色营造氛围。而且相比起暗沉的颜色，明亮的色彩更有视觉感官，能在视觉上营造出一种轻快有活力的氛围。尤其是在秋冬，选择一件颜色单品，能瞬间打破沉闷压抑的感觉，为整体造型带来惊喜与趣味。像韩国奶奶的这一身，内搭整体偏暗沉，然而一件绿色条纹衫的加入，化解了暗色系的老气，再加上同色系的帽子和包包，以及配饰点缀，整体穿搭简约却时尚感十足。原因二，韩国奶奶穿鲜艳色的4个法则。法则一，基础色加艳丽色，明暗结合更气质。为什么很多女人上了年纪穿艳丽色却显俗气？原因就在于不会搭配。鲜艳色穿搭要想不落入俗套，一方面要注意款式要简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颜色和款式当中选择一种出彩的就足够了。另一方面就是要主次分明，要注意突出颜色，这样才不会显得杂乱无章。基础色加艳丽色，最简单的搭配方式就是利用基础色来平衡鲜艳色。比如韩国奶奶的这2身，红色加黑色，橙色加暗沉色，减少鲜艳色的面积，大方向是不会出错的。法则二，色彩点缀加呼应，细节显品味。另外，在秋冬的穿搭中，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色彩之间的呼应来加强整体感，凸显品味。像这位韩国奶奶最常用的便是色彩点缀加呼应的方式，尤其是当穿搭比较基础的时候，利用配饰之间的色彩呼应，让简单的穿搭更有细节感。比如这一身，卡其色风衣加红色帽子加红色包包，整个穿搭很简单，氛围感却很强，不张扬也不老气。韩国奶奶最常用的色彩呼应，除了帽子包包，还有披肩。红色条纹衫加红色披肩，蓝色条纹衬衫裙加蓝色披肩，这种小面积的鲜艳色点缀，一来可以提亮肤色，看着状态好；二来色彩明亮，搭配有规章，一点也不会有油腻感。法则三，穿衣保持上下顺色，减少杂乱感。韩国奶奶穿艳丽色之所以不艳俗，还在于她对色彩的掌控能力。比如说，利用顺色搭配，让整体风格保持统一。黄色短袖加黄色丝绒长裙，当色彩相似时，材质和风格的差异不仅不会突兀，反而会让穿搭更有层次感。棕色系豹纹元素，上衣加连衣裙，同样的色彩一致，款式繁杂，
整体也不会太夸张。法则4，对比色穿搭，增加穿搭时尚感。如果是品味稍微好一点的，还可以像韩国奶奶这样选择对比色搭配法则。不过要注意，即便是对比色穿搭，搭配时也是有小要点的。比如说对比色加色彩呼应，对比色加明暗结合。像这2身绿色条纹加紫色半身裙，结合的便是条纹衫上的蓝紫色。棕色针织衫加绿色丝绒裙加绿色帽子，基础色与鲜艳色的组合，即便是对比色也不会很突兀。2，韩国奶奶身材微胖，衣穿松却不显胖，关键在这儿。关键1，同样120加经，会穿和不会穿区别有多大？女人上了年纪，穿衣打扮最大的困难便是身材发福，像大肚腩、白白肉、大象腿等。若是穿得不对，就很影响整体的美观度。稍微修身的款式会完全暴露身材缺点，整个人都很土气油腻。而过度宽松或款式不对，看似遮肉，对身形的修饰不够，整体看很拖沓臃肿。中老年女性穿搭，首先是要舒适，其次就是要合适。穿衣打扮要讲究方式方法，做到扬长避短，哪怕是身材发福，也不会影响美的呈现。同样有大肚腩、白白肉、脖子短等问题的韩国奶奶，穿衣虽然宽松，但是结合了比例加细节，完全没有大妈感。关键2，这样穿衣显瘦显气质，照搬准没错。要点1，穿衣要露腰线，有比例更显瘦。首先要知道的是，无论身材纤细还是微胖，比例对于中年女性来说非常重要。有了比例之后，整体才不会显得很拉胯。尤其是在穿宽松的服装时，展现出腰线比例，会缓解穿着的膨胀感，让身体更有曲线感。比例的展现方式有很多种，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身形选择。像韩国奶奶会选择宽松加收腰的上衣或者是掖一角衣服，避免了腰部紧身导致腹部突出的问题。要点2，在合适的部位留白，可以强调纤细感。中老年女性穿衣千万不要太保守，一定要避免全身包裹感强的服装。通过留白的方式，可以很好避免局促感。比如说像脸圆、发腮以及脖子短，那么领口就不能太小，多选择微领、大圆领的服装，起到一个拉长颈部线条的效果，或者是露出脚踝，可以让下半身更有轻盈感。要点3，松紧结合，做到扬长避短。对于身材微胖的中年女性，在穿搭上还需要注意整体感，也就是说，尽量避开全身宽松的搭配，选择宽松加修身结合的搭配方式。宽松的服装放在需要遮住的部位，而线对纤细的地方就选择合身的版型，这样穿着才能有的放矢。合身版型的上衣加宽松阔腿裤、匪半身裙，而宽松的下装能遮掩大部分身形的缺点，而合身的上衣弱化宽松的横向感。黑色起到显瘦的效果，而浅色以及印花则能让穿搭更加轻盈不沉闷。要点4，繁简结合，转移视线。着装之美在于平衡，无论是色彩还是款式，都讲究一个和谐。这一点在印花服装的穿搭上尤为明显。对于繁杂的服装，我们要利用极简的款式来调和，一繁一简更能凸显印花的美感。当然，对于基础加印花的组合，若是能保持色彩上的呼应，会更有一体感。3，看了韩国奶奶才发现身材发福也照样优雅。1，多用配饰点缀、帽子、珍珠为首选。女人上了年纪，穿搭不需要多华丽，像很多日常的服装，增加1-2样配饰，稍微点缀一下气质都会不一样。那中老年女性，帽子、
珍珠为首选。丝巾尽量选择丝绸、缎面等有质感且印花不夸张的，比如说看韩国奶奶的这2身就是很简约的黑色 T 恤加白色阔腿裤，但是加入了帽子、项链、腰带之后，整个穿搭虽然基础，但气质却高级了不少。2. 浅淡妆容，提升造型精致感。另外，上了年纪千万不要拒绝化妆，这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。上了年纪化一个浅淡的妆容，不仅能显年轻看着精致，而且还能彰显我们对生活的热爱。而且我们的妆容也不需要太浓重，稍微均匀一下肤色，画一个浅色眉毛，涂一个口红就足够了。看了韩国奶奶的穿搭之后，会发现其实身材、长相真的都是其次，最重要是学会穿搭，通过色彩提亮面部肤色和让穿搭更时尚，而同时穿搭的技巧则可以优化身形，两相结合，即便是老了加身材不好，也依旧可以优雅美丽的老去。接下来这位更会穿，我见过最时髦的微胖奶奶，68岁，从不认老年妆，一开口是自信，一出门就洋气减龄。她靠3件事，用色准、版型稳、配饰精，把微胖穿成优势，靠3件单品：短外套非直筒，裤非质感小包，松弛又体面。它的公式简单，好抄作业、通勤与聚会都能套用。一起看看它到底怎么穿。人到中年后，身材会不可避免地发福，很多女性就开始穿宽松的大妈装来遮肉。但其实想要显瘦，不能一味的穿搭，而是要选对版型，结合适当的搭配技巧，才能扬长避短，穿出好身材。对于微胖的身材，衣服不能穿得太宽松，否则会拉宽你的横向比例，反而更显胖。比如上身这件 oversize 粉 T 恤，不仅没起到显瘦的效果，反而显得整个人上半身更加壮硕。微胖的姐妹，上衣一定要选择合身的版型，最好选择利落的直线条裁剪，可以弱化身材的圆润感，起到修饰身材的效果。比如选择合身直肩款的 T 恤，比宽松 T 恤更显瘦。想要进一步显瘦，可以在 T 恤外面叠穿一件直线条的马甲，就能打造出挺拔笔直的身材线条，利落又显瘦。喜欢中式风的姐妹可以选择中式马甲，喜欢干练风的姐妹可以搭配西装马甲，喜欢中性风的花可以搭配牛仔马甲。很多姐妹都有一个误区，认为穿深色比浅色显瘦，其实不然，像黑色这类深色调容易给人一种沉重感，身材偏胖的话反而更显重，还不如选择浅色调显瘦。浅色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轻盈，比如浅粉色、浅绿色、浅蓝色、白色、米色，可以让人看起来更加明快，而且还很显青春活力，穿上后心情都变得轻盈欢快起来。浅绿色衬衫给人清新利落的感觉，内搭白 T 恤提升了层次感，一身浅绿色加白色的浅色调，清爽还减龄。白裤子真的很好穿，宛如背景板的存在，百搭又实用。如果上身了，穿了比较暗色的外套，下身搭配白色裤装，可以提亮暗沉的色调。上身穿搭比较繁复的印花衫，下身搭配白裤子，可以注入一抹纯净，调和繁复感，让造型更显协调，既有亮点，又不会显得过于花哨。大龄女性怎么能拒绝得了碎花裙？碎花柔美浪漫，充满了生命力。但碎花本身毕业比较女性化的元素，日常挑款需要注意碎花的花色不宜过于艳丽或者凌乱，否则很容易显老土。大龄女性最好选择素雅的碎花，既丰富又不花哨，显得活力满满，又不会给人可以扮嫩的感觉。日常搭配中，咱们想要摆脱土气感，还可以搭配一款中性风的单品，比如牛仔外套、
西装外套等，调和碎花裙的甜腻，让温柔的碎花裙造型变得飒爽高级。基础款单品，比如白衬衫、牛仔裤等，百搭又简约，还不挑年龄和气质，没有年龄的界限。大龄女性穿减龄又不显违和，可越是简约的单品，越需要在配饰上花心思，才能摆脱普通，穿出时髦感。白衬衫搭配直筒牛仔裤，简单又率性，搭配印花头巾、格纹编织框，丰富造型的色彩感使简约地告别了普通，变得充满了慵懒自然的田园风情。黑白条纹衫比纯色更吸睛，但却没有碎花那么繁复，排列规律的条纹元素显得理性不少，搭配白色长裙，休闲又不失优雅，整体运用了繁简搭配的搭配法则。白色的简平衡了条纹的繁，既凸显了重点，又避免了杂乱感。日常穿条纹、印花等有图案的上衣时，记得下身一定要搭配纯色下装，既能突出图案的细节，又能不会显得凌乱花哨，比全身图案更显高级。时髦这个词不该是年轻女孩的专属，保持精致的生活态度，拥有对自己的宠爱，学会悦己的同时，也认真研究穿搭知识，浸泡在美学的氛围之中。无论你是刚生过孩子的宝妈，还是全职在家的主妇，亦或者是退休的太太、白发苍苍的奶奶，都能够在各自的阶段绽放精彩，带着一身优雅，从容面对时光，欣赏每天清晨街头打扮精致、穿着时尚的上班女郎，更钦佩那些落日街头穿搭讲究、时髦体面的暮年老者。他们哪怕白发苍苍，哪怕皱纹横生，哪怕出门在外顶着世俗的眼光和众人的打量，也依旧能够勇敢活出自己，保持对美的追求，穿出时髦，保持优雅。人老了也依旧可以坦然接受岁月的馈赠。白发和皱纹都是女人经历时间的证明，是修养出底蕴的美学。女人到老也能够精致优雅，自然美好。她们接受自然衰老的过程，享受这些变化带来的改观，也在时光之中不断地修行美学，使用穿搭的技巧成就搭配的美学，装点出更精致美好的自己，用得体精致的穿搭取悦自己，也凭借一身美学穿出晚年的优雅，活出精致与美好。一、保持年轻心态。岁月从来都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，懂得用心创造生活的女人。她们在自己经历的每一个阶段保持着年轻化的心态，用一颗爱美的心，年轻的心却能够保持学习，保持成长。这便是年轻心态带来的魅力。哪怕是在满头银发的阶段，也依旧可以凭借自己出色的审美，搭配出时髦的服装，利用有品味的穿搭，活出充满魅力的人生。他们总是用自己感兴趣的方式创造生活，用一种美丽且时髦的姿态，活出晚年的精彩时光。二、追求时髦穿搭。每一个人都拥有爱美的资格，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阶段，都要保持审美力。也许现阶段的个人能力有限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在有限的生活条件里面保持对美的感知，对美的学习。例如穿搭的美学、搭配的技巧、衣着的品味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。多欣赏美丽的穿搭，多学习日常穿衣的技巧，看得多了，学得多了，眼光自然跟着开阔不少，内在的审美能力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升了。他们追求时髦的穿搭，用这样一种状态穿出了晚年的时尚和优雅，带着一身精致的服装，用优雅的气度老去，这样的状态也是令人羡慕的。三、活出优雅晚年。岁月从来都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们，
她们活出优雅的晚安，不仅仅是依靠外在的物质条件，更是依靠优秀的内在修行，在岁月之中修炼出一身的美学，修炼出审美的能力，更修炼出年轻的心，保持对美的追求。不应该害怕老去，而是害怕自己没有审美。能够对美保持感知的女人，哪怕是在70岁，也依旧活得年轻，活得优雅，活得精彩。走到哪一步，都别把年龄当借口。好看从不是寿与贵的胜利，而是状态、选择与坚持的叠加。颜色提气，版型立场，配饰点睛，日复一日把自己打理清楚。别追爆款，别向年龄妥协。从今天挑一件合身的上衣，一只顺眼的包开始，把松弛与体面穿进日常。等回头看，你会发现，岁月没变你，变的是你与自己的关系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